无知者，你竟然拆了创世！喂，别冤枉我啊！是哈登干的。鬼才相信你！哈登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哼，你觉得这堆东西是什么？曾经是创世，现在是一堆垃圾。它是哈登根据我们抢来的原型机重新设计制造的，目的是为了增幅分解场。靠我们13个人的力量去分解重组整个地球，但我觉得它的功能远远不只是增幅分解场这么简单。刚才重组世界的时候，你用它制造出新的分解者，是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哈登并没有反对。如果仅仅是能力增幅，不可能让你拥有分解活人身体、抽取灵魂的能力。毕竟强如哈登都无法分解活人，而且在分解世界的过程中，我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分解了一些认知以外的东西。所以呢？我认为这台名为创世的机器可以引导我们理解世界的本质。我相信这就是哈登一定要毁掉它的原因。斯特里奇，别靠近罗特，当心感染病毒。我在想，出去后怎么帮他治疗。女王的病毒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判断感染者是否是分解者呢？总不可能去数身体中有几个灵魂吧？除了灵魂数量这一点之外，分解者和普通人就只有一点不同。那就是松果体外没有屏蔽层，所以病毒感染的目标肯定是没有屏蔽层的松果体。可是就算知道了这些，也没有办法分解掉病毒啊！斯特里奇，其实你真的很聪明。不要小看我，无知并不意味着愚蠢，被迫放弃读书的权利，并不等于也要放弃思考的权利。罗特的病，我会请哈登想办法。如果哈登也没有办法呢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罗特等死吗？毕竟他感染的是女王的病毒。如果哈登没有破坏创世就好了。你还对那东西念念不忘。大变革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收获不是一个新世界，而是通过创世，模糊地接触到了世界的本质。哈登说，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，所以要让世界按照我们的规则运行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被改变，人还是会生老病死，还是会有喜怒哀乐，改变的只是表面，世界的本质根本没有改变。哈登满足于现状，不愿意让我们继续接触世界的本质，这就是我对他不满的地方。你想改变世界的本质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至少如果我理解了世界的本质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解罗特体内的病毒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哈登不愿意让我们继续接触世界的本质，或许是为了我们。13个最强分解者通过创世，或多或少都接触到了一些世界的本质，掌握了我们以前不可能去掌握的能力。比如我现在可以通过某些设备抽取活人体内的灵魂，创造出白骸突击者。TUP 肯定还保存着创世的设计资料，等我得到它之后，就有机会完全掌握世界的本质。虽然这么做有点舍近求远。
而且创世的资料很可能被保存在迷境系统中，现在谁也不知道它在哪儿。在我得到资料之前，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把艾琳的灵魂放入我制造的身体中，可以保存1年，缺点是她将无法保护自己；第二，让艾琳的灵魂继续待在你自己的身体里，由你来保护她，但她的灵魂随时可能会被你的灵魂分解吞噬掉。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他的灵魂被分解吗？如果你想尽量延长艾琳灵魂的保存时间，那么有些事情最好尽量去避免。你曾经被火箭弹直接命中头部，还能重组自己的身体。按理说这是不可能的，如果你的头被炸掉了，你就会失去意识，不可能去重组身体。其实我也一直在担心，如果受到太强烈的攻击，自己会昏过去，然后就这样死掉。但你一次都没有失去过意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刚成为分解者时，我的身体就被油桶砸烂了，后来头被子弹直接贯穿，被分解者切碎，被火箭弹炸碎，我都没有失去意识。按照常识，大脑被破坏肯定会失去意识，但我却没有，也很清醒，所以重组的过程非常痛苦，有时恨不得放弃重组，放弃生命。但想到艾琳会跟我一起死，就拼命坚持下来了。而且在这种攻击下，连松果体都会被彻底破坏，你的分解场能量从何而来？难道是灵魂？没错，你用来重组松果体的能量只能是来自灵魂本身，然后你才可以通过松果体的能量继续重组身体。大脑只是灵魂用来控制身体的媒介，而灵魂才是你的意识载体，所以不管你的大脑遭受到怎样的攻击，你都可以复活，但代价就是你的灵魂能量。而你的灵魂想要弥补损失，分解吸收艾琳的灵魂就是最佳最快的方式。所以你的松果体每一次遭到重创，艾琳灵魂保存的时间就会被极大的缩短。所以大变革发生的那一天，我重组身体的一刻，艾琳的灵魂就已经不完整了。没有我的帮助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艾琳的灵魂在你的身体里逐渐被你自己分解吞噬，最后彻底消失。你将永远没有机会真正拥有它，没有机会接触到她的身体，拥抱她，亲吻她，让她成为你的女人。这样的结果是你愿意看到的吗？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在掌握世界本质之后才能帮助艾琳。有你自己告诉我的话，可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。如果我这么说你还是在犹豫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理由。他们是我曾经的家人。现在这里的都只是我制造的空壳。这位是我的丈夫，这个是我的儿子威廉，这个是我的大女儿伊莎贝拉，这是我的小女儿艾米。不仅名字很像艾琳，也跟艾琳一样聪明。她死的那天晚上还对我说，她怀疑昆虫趋光性的理论是错误的。后来经过我的研究，果然找到了新的理论。我将这种理论应用到了白海突击者的开发中。他们会像昆虫追逐灯光一样，拼命地保护我，追逐我的灵魂之光，宁可放弃生命。因为我女儿的一句话，我才会有这样的成就。她是那样的聪明，那样的可爱。可是她的灵魂只能待在我的身体里，大部分时间都沉睡。但也只有她的灵魂被保存下来。
为什么你不把他的灵魂取出来，放进这具身体里？他的灵魂应该是完整的。他根本就做不到吧？把他的灵魂取出来的一刻，我就会失去分解者的能力。你可以在那之前把另一个人的灵魂注入到自己的身体里。但我如何保证在另一个灵魂进入自己的身体后，我自己的灵魂还能掌握主控权？但如果我掌握了世界的本质，就不怕被其他灵魂控制身体，我就可以放心地取出小女儿的灵魂，完整地复活她。但是你也可能跟我一样，不再是个分解者。不一样的，我对人体有非常深刻的认识，有自信把灵魂和肉体区分开，就算有风险也值得。只要能够让我的女儿真正回到我的身边。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女儿和你的家人，为什么要去毒杀他们？你这个疯子！你撒谎，妈妈不会伤害我，妈妈是好人，妈妈会一直保护我。我是疯子，你说我是疯子，我才没有疯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疯子。他和我结婚前隐瞒了家族精神病史，等我发现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。我的大女儿得了抑郁症，靠吸毒维持，才没有自杀。我的儿子残杀各种小动物，发泄暴力，才能满足自己病态的欲望。我提取了小女儿的基因，检测的结果是，她进入青春期后发疯的概率是80%，30岁后发疯的概率是100%。我不想看着儿女们一个一个变成疯子，我承受不住那样的打击，所以我决定杀了他们。所以我才跟 TUP 签订协议，让他们把我小女儿的灵魂注入到我的身体里，这样我才可以永远和她在一起，保护她。凯伦，是你让我再次看到希望，我现在终于可以复活她了。艾米的这具身体已经被我去掉了造成精神病的那段基因，她将会是一个健康、聪明、善良的孩子。求求你，凯伦，帮帮我吧！